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老婆，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让人难以置信，但她陈美诗竟是我失散多年的妹妹。我们在打工时重逢，这简直是上天的安排。我仔细打量了他们两人，虽然五官相似度不高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们的右边眼角都长着一颗泪痣，仿佛在印证着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。可我一直以为你是独生子，这突如其来的妹妹是怎么回事？我老公深吸了一口气，眼中闪过一丝愧疚。这件事说来有些复杂。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血缘关系检验报告单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兄妹关系的鉴定结果。我惊愕地看着那份报告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我曾经以为这辈子都无法再见到妹妹了，所以一直没跟你提起。其实我们是龙凤胎，在妹妹3岁那年，因为我的一时疏忽，她被人贩子拐走了。他的声音有些颤抖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作为哥哥，我没能保护好他，这是我永远的痛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我都会梦见他被拐卖后的遭遇，那是我不敢触及的心结。站在一旁的陈美诗也忍不住泪流满面，她的声音甜美而柔弱，让人心生怜爱。嫂子，你知道吗？被拐卖后的我无依无靠，甚至被迫乞讨，那种生活我至今都不愿回首。他擦了擦眼泪，继续说道：后来我趁机逃了出来，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涯。因为没有上过学，我吃了很多亏，甚至辛辛苦苦攒下的钱也被渣男骗走。现在我虽然已经30多岁了，却依然一无所有，四处漂泊。我真的好想念家人，好想感受家的温暖。听着他的诉说，我感受到了他这些年的艰辛，也体会到了老公失而复得的喜悦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我红了眼眶。老公，既然你们兄妹已经团聚了，就让妹妹在我们家住一段时间吧。她一个女孩子孤身在外，总是不太安全。你这个做哥哥的也得好好照顾她，不是吗？亲爱的，你真的不介意美诗留下来吗？他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似乎在寻求我的再次确认。我坚定地摇了摇头。美诗能够再次回到我们这个家，是一种难得的缘分。她既然是你的小妹，那也就是我的妹妹。陈美诗显得格外动容，显得有些局促不安。她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。谢谢你，嫂子。这时我无意间触碰到她的手，细腻柔软，一点也不像长期劳作的手，这让我心里不禁泛起了嘀咕。看着她泪流满面的样子，胸脯随着抽泣一起一伏，我温言安慰道：别担心，我会帮你找一门手艺，你好好学习技术，之后找份稳定的工作，自给自足绝对不是问题。他眼中满是感激。谢谢你，嫂子，我一定会努力学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3个人的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渐渐融合。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，我与陈美诗的关系越来越亲近，就像亲姐妹一样。中秋佳节将至，我们决定驱车几百公里回到老家，也带陈美诗回去见见婆婆。哎呀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！婆婆满脸笑容地迎接我们，目光中流露出深深的喜悦。当看到陈美诗的那一刻，她的眼眶瞬间红了。美诗啊，我的女儿，让妈妈好好看看你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陈美诗轻轻摇头，妈，都过去了。我注意到婆婆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小女儿，甚至情不自禁地伸手去触摸她的肩膀和腰身，这让我感到有些奇怪。
甚至还眼中泛着泪光，声音略带颤抖地说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样我们家终于有后了。”我心底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。秦家历来都是一脉单传，而我因为身体的缘故无法生育，秦望这一代面临着血脉的断绝。现在小姑的归来，让婆婆看到了延续家族血脉的希望，她盼望着能抱上外孙，这种期盼也是人之常情。妈，今天有什么好吃的？老公见气氛有些凝重，赶紧换了个轻松的话题，试图缓解气氛。给你们包了饺子，等着吃吧。婆婆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，转身进了厨房，开始忙碌起来。陈美诗也站起身来，妈，我帮你一起吧，这样快一些。晚饭时分，可以明显看出婆婆对这个失而复得的闺女是真心疼爱，不断地往她碗里夹着各种菜肴。即使在饭后闲聊时，婆婆的目光也总是不自觉地落在她身上，口中不住地夸赞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心中也流淌过一丝暖流。夜幕降临，突然间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狂风裹挟着凉意从窗缝中钻入。这样的夜本该是夫妻间最温馨的时刻。我和老公对视一眼，他的手指轻轻解开我的衣扣，空气中开始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。可就在我们即将进入状态时，卧室门突然被推开了，我和老公都惊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来人竟是小姑。她穿着火红色的吊带睡裙，泪流满面，身体因为害怕而颤抖，声音哽咽着向我们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嫂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小时候被坏人打的时候，就是这样的雷雨夜，我真的很害怕打雷，不敢一个人睡。我能和你们一起睡吗？”秦望看着我，眼中带着询问，却并没有开口拒绝。我知道他的意图，只能默默地颔首，接受了他那令人为难的请求。真的很感谢你，嫂子。她泪水褪去，露出了笑容，挤在了我与丈夫之间。小姑母的体态非常优雅，当她侧身躺下，那丰满的胸脯微微露出浅浅的沟壑，如同雪一般洁白。没过多久，他们两人都在我身旁安然入睡，而我却凝视着上方的天花板，心中纷乱，久久不能入睡，担忧节假日返程人潮拥挤。早餐过后，我们便启程归家。节日过后，我如约陪着陈美诗去了一家专业的美甲培训机构，并自费为她报名了高级美甲课程。自那以后，我与丈夫谁有空就轮流接送她，而她也未辜负我的栽培。尽管还在学习阶段，但她每天都会拿我当练习对象，用我试验新学的美甲技巧。看着她技术日益精进，我由衷的称赞：“美诗，你真的很有天分，看你的技术真是越来越精湛了。”小姑子甜甜的回应：“都是嫂子支持我，给我交了学费，我不仅要对得起这些投入，更不能辜负嫂子你对我的关心和期望。”某个加班到很晚才回家的夜晚，我发现家中空无一人，不由得感到有些迷茫。然而，从陈美诗的房间里却传出了异样的声响。我放轻了脚步，蹑手蹑脚地靠近。“啊，哥哥，你能不能轻点？太快了，我有点怕。”“诗诗，别紧张，听哥哥的，我最擅长这个了，保证让你心满意足。你把头转过去别看。”听到这话，我顿时火冒三丈，太阳穴突突的直跳，双手下意识地握紧成拳。砰的一声，我直接踹开了房门。只见背对着我的两人身子猛地一激灵，慌乱间转过身看着我。秦望正赤着上半身，陈美诗却是穿着一件莲青色的旗袍，背后的拉链因为没有拉好，旗袍顺势滑落，
浅浅袒露着如雪如酥。看着眼前的这一切，我再也抑制不住情绪。陈美诗，我好心收留你在我们家里，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吗？他是你亲哥，你还要不要点脸了？我脑子一热，扬手一个巴掌扇向陈美诗，响亮又刺耳。秦望抓住了我的手，厉声道：“刘静雪，你够了！你能不能先把事情搞清楚再发脾气？别看见什么就先入为主的想歪了。孤男寡女穿成这样，单独关在房间里，还发出那种声音，难道是在过家家吗？”我嘲讽地扫了他们一眼，明确表达出所见的事实。嫂子，你真的误会我跟哥哥了。哥哥他下班回来说给我买了一件旗袍，让我试试看合不合身。陈美诗渲然欲泣，声泪俱下的解释：“我拉不上拉链，嫂子你又正好不在家，我只能叫哥哥来帮我一下。”说完，他的眼泪如同断线的珍珠般滴落，尤为惹人怜惜。秦望也愤愤道：“老婆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人了？难道我们夫妻之间这点信任都没有了吗？美诗可是我亲妹妹。”最终，我声称是自己误会了，接受了他们的说辞，却长了个心眼，暗中多加观察起来。自此一事后，或许是真的懂得了避嫌。只要我在场的时候，他们说话都有着些许客气感。直到几个月后的某天，在吃晚饭的时候，陈美诗突然反胃呕吐起来。刚开始，我们都以为她是着凉了引起的肠胃不适，可陈美诗却说，最近这段时间总感觉乏得很，想睡觉，却怎么也睡不够，而且闻到味道大的东西就恶心想吐，有时候还感觉浑身燥热。我听到这些症状的时候，正愣了片刻，问道：“美诗，你例假多久没来了？”他回想了一下，嫂子，你这么一问，我才想起来，好像推迟了1个多月了。怎么了吗？我心中咯噔一下，我也不太确定。这样，我们现在就带你去医院抽血化验一下，求个安心吧。于是，我们立马开车带着他去医院检查。2个小时后，加急结果出来，果然如我所猜想的那般。明明是单身的陈美诗，竟然怀孕了。回到家后，秦望拿着化验单反复看了好几遍，激动到牙齿打颤。太好了，美诗，你居然这么快就有了！他猛然公主抱起了陈美诗，兴奋地转了2、3圈，直到放下她，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尴尬地挠挠头：“不好意思，妹妹怀孕。”我有点情不自禁。我皱起眉，只转头看向小姑子美诗，我想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。她似乎有些难为情，犹豫了片刻，才低垂着脑袋说了实话：“嫂子，这个孩子是我那个前男友的，之前他来找过我1次，然后我被他骗了。”陈美诗还说，渣男不要他和孩子，而他年纪不小了，不打算结婚了，有意想留下这个孩子。我眉头轻蹙，还没说什么，可秦望明显比我更激动。放心，他不要你哥要你，我们家永远是你的港湾，以后你的孩子生下来就是我的孩子，我们一家4口好好在一起。听完这话，我心中涌起几分不舒服滋味。虽然我们2个都特别喜欢孩子，可是养小姑子的血脉总感觉有些奇怪。于是那一晚，心事重重的我失眠了。当迷迷糊糊快要闭上眼睛时，熟睡中的老公却突然翻身抱住了我，他的大掌贪恋地抚在我的小腹，口中梦呓道：“亲爱的，我们终于要有自己的孩子了。”我豁然睁开眼睛，浑身一激灵，一个冰冷又可怕的猜想蔓延上脑海。凭着女人的直觉，他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让我瞬间清醒了。他要当爸爸了，而孩子的母亲不是我。可当时秦望给我看的 DNA 机构检测报告显示，他们明明是亲兄妹，怎么会？难道是伪造的？
这一刻，令人窒息的念头在心中疯狂发酵，让我几乎喘不过气。脑海中不断有回忆闪过，纤毫毕现。从陈美诗来到这个家里开始，我总会抓到他们两人有意无意的亲密举动，可每次都被他们的说辞解释过去，还让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过于敏感了，连身为亲人的小姑子都要怀疑。假如他们没有血缘关系，那么从秦望带她回家到怀孕，这一切都是一连串的蓄谋已久。当我意识到这个可怕的事实时，我心中大骇，忍不住推开了秦望圈在我身上的手。可他在睡梦中竟然不依不饶，越圈越紧。哦，我的宝贝，咱们用那么多方式试了，咱妈说了，这一胎一定是男孩。吞吞吐吐说着，秦望的嘴角还流淌出幸福的微笑。被我回过头时，尽收眼底。大宝贝，小宝贝，都是我的宝贝。我眼底的光芒一点点沉了下去，直到融化进黑夜里，被吞进无尽深渊。在所有认识的人里，屁股大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前凸后翘的小姑子。加之婆婆第一次见到陈美诗的异常举动，更是让我瞬间联想到了一起。假借身份登堂入室，怀孕生子，那么下一步就是逼宫了。我只觉得夜晚的时间格外难熬。今天是我的休息日，早上起床，我如往常一般，默默准备好一家人的早餐。在给秦望整理领带衣领的时候，我伸手扯下一根他的头发，好疼啊！老婆，你干什么呢？他抬手揉了揉被拔掉头发的地方，我表面上不动声色，有根白头发顺手给你拔了。他点了点头，并没有在意。之后，我顺便在厕所捡了些陈美诗掉的头发，拿着密封袋装好，送去了权威 DNA 鉴定机构。当我等了几天，拿到亲缘检测报告的那一刻，心中仅存的一丝侥幸也随之破灭。检验标本之间 DNA 不匹配程度较高，两者不具备血缘关系。秦望与陈美诗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也就是说，当初秦望拿回来给我看的鉴定报告就是假的。我倚靠着墙壁，无力地滑坐在地上，泪水模糊了双眼，嘴角讽刺的笑意渐渐扩大。呵呵，原来再相爱的承诺，也抵不过他想要传宗接代的欲望。那些亲密的巧合，也根本不是巧合。不能生育的我，其实在秦望的眼里，不过毫无价值，而我只不过还有经济价值，没有到被他丢弃的时候罢了。我双手握紧成拳，既然是你背叛这段婚姻在先，那么需要付出代价的也会是你。为了让我更加信服他们编造的亲兄妹重逢故事，还专门去伪造了亲子鉴定报告，配合惟妙惟肖的苦情戏，真是煞费苦心。忽而，我眼中划过一丝锐利的光芒，缓了一会儿，抬手擦干眼泪，便起身离开。当我回到家时，他们已经其乐融融做好了饭，餐桌上基本都是一些清淡滋补的菜式，还有坐在沙发上的婆婆，正笑容灿烂盯着陈美诗的肚子，时不时抚摸一下她的肚子。美诗呀，你现在怀孕了，平时干什么都得注意着，别磕着碰着了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佯装疑惑，明知故问道。自从我跟秦望结婚以来，婆婆说不想打扰我们小两口的生活，所以选择了住在了老家。平日里节假日都是我们回去看望，如今破天荒主动跑来了，不用猜都知道是因为神。我当然是过来照顾美诗的呀。婆婆头也不回地回答，一路漠视着我，扶着陈美诗就起身来到餐桌前坐下。她一边给陈美诗夹菜，一边满脸堆满了笑容，关怀备至。美诗呀，你现在怀孕了，可要多吃点，把这身子骨养得好好的，
毕竟你这肚子里怀的可是我们秦家的血脉，你哥这么多年都没开花结果，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呢。婆婆似有若无地瞥了我一眼，在那余光之中，我清晰看到了嫌恶之意。我不由得冷笑一声：“妈，瞧你这话说的，陈美师肚子里的孩子跟秦家能有啥关系？毕竟一个姓秦，一个还不知道姓什么。”忽而，我抬眸看着他们，默默观察着三人的神色变化。只见他们的神情一致，似都有些不悦，而秦望的语气中更是带着丝丝愠怒：“静雪，你怎么说话的？美师她只是没有更改姓氏，可她既是我的妹妹，那也流着的也是我们家的血，肚子里的孩子自然也是秦家的骨肉。”我继续冷嘲热讽：“可是你觉得是血脉，别人未尝不觉得。要是美师前男友得知她怀孕的消息，有很大几率会争抢这个孩子，到时候不可能。”我话还没有说完，只见秦望啪的一声将筷子拍到桌上，情绪激到，我眉梢一挑，反而相当淡定地喝了一口汤。“老公，我只是随口一提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”他后知后觉反应过来般，眼神闪躲：“老婆，我的意思是，那个渣男他那样对待美师，我们秦家是断不可能让他把孩子抢走的。”婆婆气哼哼地说：“儿子说的没错，美师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们家的血脉。我看啊，等他出生后，户口直接上在我儿子的名下。再说了，除非别有用心之人不喜欢美师肚子里的孩子。”看着婆婆得意的嘴脸，我准备对回去的话噎在了喉咙里，心中怒火燃烧。但我知道，当下我还需要忍。一顿饭下来，所有人都心怀鬼胎，而只有我淡定的夹菜。吃完饭后，我和小姑子坐在沙发里看家庭伦理剧。电视剧里的小三正穿着原配的衣服，挑衅地对男主人说：“既然要追求刺激，就贯彻到底喽。”随即衣衫尽落，进太极言。这时，陈美师小心翼翼扭头问我：“嫂子，我最近看多了这些家庭伦理剧，突然有感而发，你说，假如我哥他出轨了，你会怎么办？”见我没有吭声，他急不可耐追问：“直接放手离婚，还是忍下来，这样得过且过一辈子？”果然一孕傻3年，如此明显的试探，他自己却察觉不出来。我偏偏不给他听到想要的答案，而是深呼一口气，笑道：“忍，我当然会忍下来。我比秦望工资高，毕竟离了婚，我这么多年的心血都会付之巨。男人嘛，哪有不爱野花香的？但他们既然不敢让正房知道，那就是因为小妾是小妾，而正宫永远是正宫。只要肯悬崖勒马，及时回归家庭，我不会介意的。你觉得呢？”陈美师嘴角一抽搐，脸色有些难看。“啊，我没想到嫂子你这么大度。”我敛了敛眸，心中的实话并没有说出来。怎么可能这么轻而易举放过你们呢？这场婚姻里，我所有的沉没成本都如雷霆万钧，打压在我的心脏，让我痛不欲生。我不仅不会放手，还会让秦望连本带利加倍奉还回来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特意忍到了凌晨都没睡，即将困到眼皮打架时，我听到秦望悄悄他拉着拖鞋出了门，于是屏住呼吸，悄悄跟了上去。他去了阳台，和小姑子急不可耐地拥抱在了一起，像极了一对鹊桥相会的苦命鸢。可想死我了，我的宝贝！只见陈美师正一手不老实地在他身上戳戳，语气幽怨：“白天当妹妹，晚上当老婆，哥哥你对我可真是宠啊！”秦望低头对他亲了又亲，却被陈美师偏头躲开。今天我无意间探了一下那个女人的口风，你猜她怎么说？她居然说：“就算你出轨，
也不会跟你离婚。他顿时红了眼眶，凄楚道：“不离婚的话，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呀？岂不是名不正言不顺的？说不定还要被别人说成是野种呢。而且我看他那个样子，还想要你回头是岸，抛弃我们母子呢。你就愿意天天看着那个黄脸婆鸠占鹊巢吗？”我心中忽然冷笑，鸠占鹊巢这个词，他用的倒是响当当。殊不知，谁才是那个无耻的斑鸠？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秦望眉心赶起，并没有同意。他现在刚升职，工资是我的2倍，这些可都是夫妻共同财产。我当然得想办法把他手上的存款都转移，以后拿着这些钱，我们一家人洒过日子。乖宝贝，你别听他的话影响了情绪，这样对咱们的孩子不好。陈美诗乖巧地点点头，将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，满脸出为人母的娇羞，噪音酥软动人。那你可得抓紧时间啊，咱们的宝宝还等着呢。秦望揽住她的腰身，嘴角的笑意不断扩大，用下颌线蹭了蹭她的头发。放心，再过不久她就是个下堂期了，我会跟她慢慢挑起矛盾。毕竟一个不下蛋的母鸡，有什么脸当我们秦家的正儿媳？蓄谋骗光我的财产，给他们养娃，还想要我净身出户。当这些话真的从相处多年的老公口中说出时，我才意识到，几个月以来这个边人的极端陌生感。我心中突然升起一股森凉寒意，悄然回了房间，心中倒是出奇的冷静了下来。毕竟敌在暗，我在明，不能打草惊蛇。我躺在床上，侧卧着身子假寐，开始思考对策。第2天起床，我看着他们3人其乐融融的画面，自己仿佛是一个局外人。我对着卫生间镜子，给黑眼圈上了遮瑕，深吸一口气，迫使自己镇定。去公司打卡上班的时候，我看到20多岁的小领导林菲菲搬走了她的办公箱，还一脸幽怨。难道她离职了？我头脑发痛，加上没休息好，半天才后知后觉想起来，因为她给年过半百的张总当了情人。事情败露，前几天领导的老婆气势汹汹冲到公司，在办公室当场捉奸，现在不仅被开除了，好像还被领导抛弃了分手。接完咖啡后，我坐在工位上，顺便听着同事跟我聊八卦。原来林菲菲与领导偷情了3年多，摸滚打爬才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，竟然还一直都没有被原配发现过蛛丝马迹，是个厉害人物。我不动声色地抿了一口咖啡，和林菲菲先前走得比较近的同事此刻大谈风凉话。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一次，她请了1个月假，说是老家出事了得回去一趟。其实呢，是她怀了张总的孩子没有保住，住在给她租的房子里坐小月子。通过同事们的八卦，我这才第一次了解到，这个平时注意不到的小领导竟然内含钱。他身上穿的用的奢侈品都是领导心甘情愿掏钱买的，每样东西跟大额转账红包，还让领导签署了自愿赠与的协议。有时候还听到过他自己嘀咕，说是孩子不过是嫁入豪门的一个桥梁而已，没了的他也有的是其他办法跟机会嫁进去。同事啧啧感慨，不难看出来，这个林菲菲很有心机跟手段，尤其在拿捏男人心这块颇有造诣。我灵机一动，忽然有了个主意。下班后，我就开车来到了林菲菲现在住的出租房。随着门铃的响起，门被从里面打开，林菲菲曼妙的身材映入眼帘。她五官甜美，圆润的脸蛋满含胶原蛋白，白色缎面长裙遍住了细腻的肌肤，挑染成亚麻金的长发垂落，丰鸾耸嫩，一个完美的人间尤物。即使是在家里，
他也仍然是半永久妆容。我不由得感慨，不怪领导动心，她比陈美诗更加美艳，而且不同的是，由里到外都透着一股纯欲。看着来人是我，林菲菲没好气地说：“刘静隐晦避彼，你来干什么？”她之前在公司依靠老总做到了我们部门小领导的位置上，现在屈居人下，自然是对我不满的。我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伸手递过礼品，好歹同事一场，主人家不请我进去坐坐喝杯茶吗？他犹豫了会儿，还是不情不愿地侧身让我进去。我直接开门见山：“我知道你现在缺钱，我这里有桩生意，只要你跟我合作，就能给你笔报酬。”他很是警惕，抱着胳膊冷嘲热讽：“是，我现在是落魄了，很缺钱，但也不用你来这看我笑话。”说完，林菲菲就拉起我的手朝外面拉去，我却拉住了她，用手机屏幕给她报出一个数字。她顿住了，非常惊讶：“我想跟你做一个交易，一个你信手拈来的交易，只赚不亏。”我看着她渐渐变得动摇的眼神，心中的把握又大了几分。她难以置信，却仍强装镇定和谨慎：“这么多，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”我平静地说：“我想让你去勾引我老公，做我老公的第四者情人。”第四者？林菲菲露出惊讶的神情，似乎没反应过来，半天才皱起眉头补问：“你老公已经出轨了，你想让我帮你拆散他们的好事，让他们狗咬狗？”我微微勾唇，赞许地点点头：“聪明。我不仅想要拆散他们，还想要拿到老公出轨的证据，让他净身出户。所以，我需要你帮我拿到这些证据。”林菲菲秀眉微蹙，似乎在思考着这桩交易的可行性。我循循善诱：“你刚刚被老男人抛弃，难道就不想再找个长期饭票吗？只要你帮我做事，我不仅会给你一笔丰厚的酬劳，还会给你介绍更加优质的男人。毕竟你也不想一直这样吧？”他沉吟片刻后，才抬起头看我，眼神坚定：“好，我答应你，但你要说话算话。事成之后，给我酬劳和介绍男人。”我得到满意的结果，便欣然离开。回到家后，我开始思考如何让林菲菲和秦望偶遇。以林菲菲的手段和美貌，秦望很快就会上钩。到时候，我再找人跟踪拍摄他们的亲密照，就可以让秦望净身出户了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得笑出声来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我借口加班，给林菲菲制造了和秦望偶遇的机会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秦望很快就被林菲菲迷得神魂颠倒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找人跟踪他们，拍下了许多亲密照片。这些照片足以证明秦望出轨的事实。我拿着这些照片找到了律师，开始准备离婚的事宜。同时，我也没有忘记给林菲菲介绍男人。我介绍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富二代给她认识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很快就陷入了热恋之中。而秦望那边还蒙在鼓里，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戴了绿帽子。当我提出离婚的那一刻，他震惊地看着我，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你说什么？离婚？”我冷冷地看着他。“对，离婚，而且你要净身出户。”我把那些亲密照片甩在他面前：“你自己看看吧。”他颤抖着手捡起照片，一张张翻看，脸色越来越苍白。这些都是假的，你伪造证据！”他怒吼道。我却只是冷笑一声：“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情我都不知道吗？秦望啊秦望，你真是太小看我了。”说完这句话后，我就转身离开了这个令人恶心的家。不久后，我和秦望的离婚案开庭审理。由于我掌握了充分的证据，法院最终判决秦望净身出户。
他失去了所有财产和孩子的抚养权，而我则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。离婚后不久，我就遇到了一个真正爱我的男人，他对我很好，我们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这次婚姻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和温暖，而秦望那边则传来了他和陈美诗结婚的消息。据说他们的婚礼非常简陋，只请了几桌亲朋好友，而且婚后不久就传出了两人感情不和的消息。这些都与我无关了，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，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。现在我只珍惜眼前的幸福和美好，至于秦望和陈美诗他们最终会走向何方，那就只有天知道了。但不管怎样，我都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吧，毕竟每个人都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不是吗？只是这幸福不能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之上罢了。几年后，我和现任丈夫一起参加了一个慈善晚会，在晚会上我竟然遇到了久违的林菲菲和她富二代男友，他们看起来很恩爱，手挽手地走在红毯上，引来了无数羡慕的目光。看来你介绍的男人确实不错哦，我笑着对林菲菲说，她也笑了。是啊，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当初给我介绍他认识，说不定我现在还在漂泊呢。我们相视而笑，心中都充满了感激和喜悦。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吧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归宿，过去的恩怨情仇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，随风而逝了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眼前人，好好生活下去。晚会结束后，我和丈夫回到了家中，看着窗外繁星点点的夜空，我心中充满了感慨和满足。或许人生就是这样吧，充满了起起落落，悲欢离合，但只要我们勇敢面对，积极前行，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和幸福。而过去的种种经历也会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和回忆，在未来的日子里陪伴着我们继续前行。几个月后，我收到了林菲菲的结婚请柬，她和富二代男友终于修成正果，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。我为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，并带着丈夫一起参加了他们的婚礼。婚礼现场布置得非常浪漫唯美，到处都是白色的花朵和柔和的灯光。新娘林菲菲穿着一袭洁白的婚纱，美丽的如同仙女下凡一般；新郎则英俊潇洒，气宇轩昂。两人站在一起，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。看着他们幸福甜蜜的模样，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和丈夫相识相恋的点点滴滴，心中也充满了感激和幸福。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安排吧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和幸福。随着音乐声响起，新郎新娘开始交换戒指并深情拥吻，在场所有人都为他们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，掌声雷动，欢呼声此起彼伏，而我则紧紧握住丈夫的手，与他一起分享这份喜悦与感动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会携手共度，不离不弃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。